天黑之前過來餵一遍鳥，馬上要下雨的。今天下午你們猜我看到一個啥？還在這裡，一隻學飛的小燕子，下午都站在這個位置，還好這裡曬不到太陽。這都5、6個小時了，它一動不動。不過這種學飛的，一般的我們不用管，祈禱它能躲過今晚的大雨。哎呀，不管它了，先把鳥餵飽。這是魔術哥和斑鸠的孩子，很多人問我它長什麼樣子的啊，這麼大嘍，和斑鳩長得一模一樣。然後鴿子也長這麼大了，這幾天給它們餵了玉米，因為現在種的玉米都出來了。餵完鴿子之後，我發現這只小燕子還站在這裡，不止它一只，我聽到它周邊有好幾只都在叫，可能是一窩的都飛出來了，祝它們好運。最近這幾天，每天天黑之前，我還要給鴨子搞點饲料，也不知道哪一只帶頭的，這幾天一到晚上就開始叫，但是只要給它們吃飽了，就特別安靜。有沒有覺得我的科尔鴨最近數量增加了不少？顏色醜的沒人要，顏色漂亮的又沒有，胃口是一天比一天好啊，一天要吃好幾斤饲料。你們能從這一群鴨子裡面找出3號嗎？最近換羽毛換的我都不認識它了。這就是它現在換出的羽毛，和母鴨子長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我有的時候分不清。不過也有兄弟說挺好看的，你們覺得呢？鴨子吃飽之後，又來了一帮兔子。現在你们知道為啥這幫兔子不吃草了吧？有免費的，還吃啥草啊？看我這菜地的草長的，我都沒眼睛看呢。哎，這一窩小兔子也從豬圈裡面全跑出來了，基本上多數都是白色的。這個桶裡面還有一隻比較漂亮的，也不知道它怎麼掉下去的。不過在這裡面都沒事，死不了。就這麼幾分鐘的時間，天黑了。這幫造糞雞呀，一天要吃多少飼料啊？我剛剛還發現我之前放生的2隻小家伙在哪裡睡覺了，好像有2天沒看到它們呢。看來生存能力還是挺強的。這一下是真的天黑了，就剩狗子坐在這裡，也不知道那一隻小燕子怎麼樣呢。希望它能挺過今晚的暴雨。前段時間我不是說要給我家這一隻母鴿子換一隻公的嗎？因為它總是下蛋，下的特別多，但是沒有孵化出小鴿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們這個家族繁殖出来的後代顏色基因特別穩定，所以我想換一下其他的品種或者其他的顏色。結果這個事兒我說出來之後，有幾十個兄弟要給我送鴿子，我真的特別感謝你們。後來我就選擇了有一個兄弟家養的淑女鴿，是一隻公的，但是要給我送過來之前，他出差了，要1個月之後才能回來，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是沒有鴿子。在這期間，這個家族的鴿子也沒閒着，又開始搞孵化了。10多天之前下2枚蛋，我今天来看一下啥情況。我估計是孵化不出来。你們這是狗变了吧？动不动就咬人，脾氣異常的暴躁啊！還好我脾比較厚，我是不怕的。搞得還挺認真的，結果一只都孵化不出来，有啥用哦？而且每一次都選擇在老鼠堆裡面做窩，真是服了他們了。這個公鴿子的智商有點低呀！我把蛋拿走了，然後它還在那裡孵化，我放在它前面，它都不知道把蛋給拿進去。你們應該記得我以前把鴨蛋給拿走了，鴨子是什麼反应吧？放到旁邊，它馬上就用嘴巴給勾進去的。這鴿子都不知道把蛋給帶回去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來。我現在終於能理解了，就這種孵蛋模式能孵化出小鴿子嗎？我準備看一下蛋有沒有受精，我預計和以前的情況一樣。我剛剛用手電筒照了一下，裡面啥情況都沒有，廢了。我剛剛把公鴿子給趕走了，然後它又回來了，結果它還是這個樣子。難怪孵化不出來了，理解。蛋已經被我拿出來了，反正也沒啥用了，带給母鴿子看一下，然後就丟掉。哎，這哪一只是母鴿子啊？這個基因強大到長得都一模一樣，我都分不清了。這一只就是母鴿子，我測試出來了。它以前特別喜歡追我，跟個偵探一樣，我走到哪裡它跟到哪裡。現在對我有點距離感，等到那個兄弟回來了，我就給你換個鳥吧。現在的鳥吧太不靠譜了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小鴿子。
而且我也想換一下其他的顏色，每一只都長得一樣，吃的我都擔心影響智商。剛還挺怕我的，這一會兒又開始咬我了，最多10天8天的就給你換一個，到時候孵化出來的小鴿子就是其他的顏色和品種啦，我們一起期待。這貨今天有點激動哦，剛才不停的攻擊這個葫蘆，今天我準備把這些葫蘆全部都鋸開，過幾天就掛上。他可能以為這個葫蘆是我的手，所以他不停的攻擊。我可不想聽你這個大嗓門。好了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最近他真的是異常的激動，我走到哪裡他追到哪裡。這些葫蘆全部都曬乾了，今天鋸開，全部掏空，過幾天找合適的位置掛起來，給戶外的小鳥繁殖。這個葫蘆就不給小鳥做窩了啊，唯一的一個，我捨不得啊。很多人說沒見過葫蘆裡面是什麼樣子，這是我去年鋸開的，放在戶外小鳥築巢了，然後冬季葫蘆掉了，我又撿回來，今年繼續掛。就從這一個開始，聽一下，裡面都是葫蘆籽。給沒有見過葫蘆裡面是什麼樣子的小夥伴看一下，裡面都是葫蘆籽，今年又可以繼續種了。給戶外的小鳥築巢，裡面的空間一定要大一點，所以說必須要曬乾，曬乾之後它殼跟籽都分開了，現在就可以了。內部空间很大，口特別小。這是第二個，這個口有點大，這個裡面的空間比較大，所以看的就很清楚了。完了完了，這個古董被我用壞了，我要重新去換一把锯子，用這玩意兒繼續。好了，基本上全部搞定，這又省了多少錢呢？自己動手自己種，這麼多葫蘆籽，今年全部種起來，最少有100-200個葫蘆。最後這幾個有點小，留着給10姐妹珍珠鳥做窩吧。這2個是被老鼠給禍害過的，這一個你們說怎麼弄比較好啊？割開吧，又有點捨不得。這一個有點歪，就留着給10姐妹做窩了。直接一錘子砸個洞，10姐妹做窩正好合適。這個葫蘆籽留着，今年繼續種。喜歡養珍珠鳥的看一下，這個葫蘆給他們做窩，是不是特別好？又好看又省錢。之前很多人問我要葫蘆籽，送過的就送了，沒有送的就不送了啊。主要是不划算，快遞費要10多塊，網上你買的話也就6塊錢，哎，所以說你們還是自己買吧。這個葫蘆孔我開成這個樣子，掛在戶外給大山雀做窩，他們應該比較喜歡這種環境，但是不能淋雨。這幾個全部給10姐妹珍珠鳥做窩，感覺還是有一點點大。好了，全部搞定，全部搞定。大概就這幾天，我去戶外找合適的環境，全部掛起来。上一個視頻我說要好好的感謝一下給我幫忙的小老鼠，這不，今天就準備了。老鼠特別聰明，只要是這個籠子抓到過一次，後面基本上抓不到了。所以說今天我搞一點香水，給這個籠子噴一下，香香的，變了個味道。這樣的話，把它們請過來的概率應該比較大一點。好了，等一會兒裡面放點食物，如果抓到它們的，明天我給你們表演一下我是怎麼放生小老鼠的。自從前幾天我發現我放生那只小八哥失蹤以後，每次在戶外看到八哥群，我都要過來看一下，但是一無所獲啊。這一群也過去看一下，不抱太大的希望啊，全部都飛走了。然後這個家伙不知道從哪裡飛過來的，可能剛剛也是和他們在一起。這是另外一只失蹤的那一只凤冠，沒有這一只大。結果狗子又過來了，把這只小八哥也嚇跑了，飛到別人家菜地去了。剛那幾只野生的，我看到他們又去我們家門前偷吃柿子去了，把這個家伙也帶過去，必須跟上他們的队伍。回來之後发現田裡面有2只，柿子樹旁邊還站了3只，他們這一個10只的小隊伍，現在加上我們家這一只就剩6只了，還有4只失蹤了。我說他們怎麼都在旁邊看着嘞？原來有2只惡霸在這裡，這2個家伙在這裡，其他的任何小鳥都不敢靠近，因為他們找不到食物的時候，其他的小鳥
都是它們的食物。別說这個顏值真好看，走，我過去摘幾個柿子給八哥吃。哎呀，這個柿子的數量是一天比一天少啊，這都還沒成熟嘞，都被它們給吃光了。我就隨便摘一個吧，隨便摘了一個不怎麼好看的，就放這裡給小八哥吃。你這跟着野八哥混，3天饿9頓吶！那幾隻絲光天天靠偷面包蟲、偷柿子，混得風生水起。這隻八哥還差一點，不過也還好，他的野生兄弟還在這裡等着他嘞。因為怕人又怕難雀，所以說不敢過來吃。這家伙吃的可真香啊！我去看一下柿子樹上面什麼情況了。那2隻惡霸飛走了，又來了好大一群鳥，都在這裡搶柿子嘞。我每天都會在這裡看一下這幫小鳥吃柿子，覺得挺有意思的。不過柿子數量越來越少，可能馬上就看不到了。就看了一會兒小鳥吃柿子，回頭一看，八哥已經跑了。看這個柿子被他吃了，他好像已經跑到田裡面去了。剛看到和幾隻野八哥待在一起，另外一隻八哥肯定是出意外了。希望這一隻好好的，正在田裡面呢，不管它了。好多人都說黃花的玄鳳鸚鵡是比較蠢的，我告訴你們，這玩意兒比那個玄鳳鸚鵡還要蠢100倍。它在這個地方站了1個多小時了，我拿腳踢它，它都沒反應。這是別人送我的白色的魔術鴿，我是不想要的，覺得這玩意兒實在是太蠢了。之前我就養過一次，最後因為去池塘裡面洗澡淹死了。這是第1隻在池塘裡面淹死的鳥，所以說特別蠢。這一隻也差不多，特別笨，它對任何動物都沒有一點點警惕性。我們家養那麼多小動物，近距離都特別怕狗子，看這家伙是一點都不怕呀。把它丟到狗子背上，它都不知道飛一下的。實際上它的飛行能力還是挺棒的，就是不願意動。來来來，狗子带它走2步，看一下，它都不願意動一下。哎呀，所以說把它放在外面我都不放心吶。這就是為啥別人送我都不願意要。遇到貓它也不怕，見到一點反應都沒有。不過這只貓目前比較小，沒有什麼殺傷力，風險係數很低。也就這2天天氣比較好，把它給放出來了，讓它在外面溜達一圈，熟悉一下環境。跟着我另外幾隻魔術鴿，現在還好，飛出去也知道回来。就是這個智商實在是太低了，一點警惕性都沒有。站這裡，和其他的幾個兄弟好好學習一下警惕性。別看我這灰色的魔術鴿是從小養的，看起來傻傻的，實際上警惕性特別高。我一伸手馬上就跑了，被果凍咬死的那一隻純屬是意外。就這個警惕性完全不是一個級別的。就這玩意兒，不管是在哪裡，只要是你一伸手，馬上就可以把它抓到。別看它這麼傻，吃東西挺積極的。這個素狼任何時候都是鼓鼓的，所以說挺胖的。我剛才不是給它放到這個位置嗎？另外一隻魔術鴿已經飛走了，然後我就回家了。等了這差不多有大半個小時了，我出來它還站在這個位置，和烏龜一樣，都不願意動一下。所以說這就是為啥別人送我都不願意要。要不是想着家裡還有幾隻魔術鴿能帶一下它，我都不愿意接手這玩意兒。重點是別人還送了一對，看還是挺好看的，就是有點笨。因為我比較喜歡散養鳥，所以說也挺擔心的。晚上天快黑的時候，他和其他的魔術鴿上樹了，他们每天都在樹上睡覺。這一隻剛剛都差點睡着了。看一下樹上還有好幾隻魔術鴿，每天都在這裡睡覺。你小子小心點啊，明天就把你關起來了，不然的話我都懷疑貓給你抓走了，你都不知道反抗一下，太傻了。你們這4個家伙是準備啃老是吧？剛我說給土花梅搞點面包蟲，結果這4個家伙一下就飛過來了，直接把那一只小土花梅給嚇飛了。我剛剛把1盒面包蟲都倒給他們了，還好，吃飽之後集體上樹吃柿子去了。還有幾只野八哥，這上面我已經分不清了，他們現在天天和野八哥混在一起。趁着這個功夫，趕緊找一下那一只小土花梅。看黃豆地裡面好多土花梅呀，
我猜我的那一只應該不在裡面。哎，思光和八哥也飛到黃豆地裡面去了，正好，不要打擾我找土話梅。這幾個搅屎棍，我真的是越來越頭痛了。我已經發現它了，在這棵桂花樹裡面，找一下吧。在這裡發現它了，這家伙別人撿到給我送過來，到現在養了差不多2個月了，還不會自己找東西嘞。所以說今天一大早就把它放出來了，鍛鍊它一下。餓了就趕緊過來呀，食物都給你準備好了。我猜它又餓了一早上。因為這個季節本來食物就不好找了，而且它學習的速度特別慢，現在每次還等着我餵它呢。不過問題不大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它慢慢的總會自己捕獵。只不過在這期間一定要小心流浪貓之類的，1號天敵呀。我把它從樹上給拐下來的，還等着我給它餵吃的呢，到現在還沒開始換羽毛，所以說在這個期間一定要給它增加營養，免得到時候營養不夠直接暴斃的。一段時間沒有给它挠癢癢了，我這手法還是這麼熟練，它還是这麼喜歡，很享受。趁着那幾隻搅屎棍飛走了，趕緊給它搞點麵包蟲，補充一下營養。哎呀，我也挺喜歡給它挠癢癢的，特別配合我。好了，我去給你搞吃的呢。放地上你自己吃吧，免得你總是讓我餵你。一口氣吃了7條麵包蟲，還沒吃飽嘞。吃完了等一會兒給你拿吧，已經沒有了。這個鑷子真的是多功能的，可以給它餵食物，也可以給它按摩。不過還是沒有我手舒服吧。等一會兒再給它拿一點麵包蟲，根本沒吃飽啊。這家伙是今年尾窩的，預計最近直接給它放生有點不現實。等它一邊換羽毛一邊野化，我去找一下那幾隻攪屎棍。就剩它一個還在這裡吃柿子，我估計其他的幾隻和野八哥一起飛到別的地方去的，也挺好的。最近飛得越來越遠了。兄弟們，誰家有漂亮的公鴿子，給我整一個，招架不住了。我家的鴿子孵化出來的小鴿子，青色全是紅色的，沒有一個其他顏色的。上一窩的2隻都這麼大了，清一色的紅色。要不是都送人了，現在我家有幾十隻同款鴿子，所以我決定把這一隻公鴿子給換掉。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說這一對鴿子在老鼠堆裡面繁殖嗎？都這麼久了，我懷疑這蛋是廢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。因為長得都差不多，我現在都有點分不清了，這是哪一隻啊？搖手，哎，那就是比較親人的母鴿子，這一隻我要留下。現在把這2顆蛋帶回去做個產檢，看一下啥情況了。這環境我招架不住啊，周邊全是老鼠屎。不過因為是散養的，他們自己選的環境，我也没有干預，沒辦法。大兄弟，趕緊讓開哦！我一拿蛋它就咬我。我只是幫你們做個產檢，沒事啊。你出去玩一會兒。看這環境真的是危機四伏啊。周邊我還下了有老鼠夾，不過開關都關了。他們自己叼草在這裡做的窩，剛把蛋拿出來，它就過來了。應該孵化了有10多天了。用手電筒照一下裡面什麼情況。看來的確是沒有受精，我就知道是廢蛋，因為拿在手裡重量都不一樣。一般正常情況下，孵化到第3天、第4天，裡面血絲都特別明顯的。廢了。早知道下完蛋之後，我就給它洗一洗，煮着吃了，那不香嗎？這又浪費2個鴿子蛋，放在這裡，等母鴿子過來看最後一眼，就把它們給丟了。母鴿子已經過來了，它好像還認識它的蛋呢。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，你這是假孕啊！看看吧，馬上就丟了。然後誰家有多餘的漂亮的公鴿子啊？給我整一個。我這不能每一次繁殖出來都是一樣的。這個基因強大到讓我頭痛，每一窩都是一模一樣的。現在把這2顆蛋丟了吧，最近要抓緊時間給這只母鴿子找一個其他品種的。
今年的這2只小八哥臉皮是真的厚，你不管弄個啥，它都要過來看一下，膽子特別大。看，我把蛋給丟了，它們終於不進窩了。等着啊，我抓緊時間給你再找個對象。別急，別急。自從柿子要成熟之後，每天都是各種鳥在上面偷吃啊。我過來找一下鳥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沒有在上面。發現這貨正在這裡偷吃的，看，這個柿子已經吃了一半了。這裡還有幾隻魔術鴿，你們幾個吃糧食的待在這裡幹啥呀？水果又沒興趣。今年的柿子長得挺好的，不過越來越少了，都被這些小鳥給偷吃了。這個柿子已經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經成熟了。都這個季節了，蜜蜂還來湊熱鬧嘞。我們要小心一點啊，被蟄一口不得了啊！反正這些柿子每年我們都沒摘過，全部都留給小鳥了。今天來選一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狗皮膏药吃不吃柿子。這一個應該成熟了。就你呢，還破了個洞。這幾隻絲光椋鳥天天不是偷小雞飼料就是偷面包蟲，這幾天又天天開始吃柿子，所以說它們也不跑了，就在家門口附近，反正總是有吃的。這裡還有一隻公的，母的去哪裡了？看這吃的多開心吶！所以說根本餓不到它們呢。母的也被我發現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們对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長得比較醜，公的顏色特別漂亮。走啦走啦，我們站在這裡，其他的野生鳥想過來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擾他們。哎，你這家伙，你怎麼不去吃柿子啊？在這扯我的多肉。這是餓炸毛了還是剛洗完澡啊？應該是剛洗完澡，也餓不到它。這2只小八哥也是天天飛到家裡面去偷吃小雞飼料。我去給他們做個消音器，可能家裡放的飼料沒有了，好久沒做消音器了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話他们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难搞我。特別是這2只小八哥，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準備啃老嗎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們2個趕緊跑吧啊！這2只八哥就是今年別人給我的蛋，然後我孵化出來的，已經換好羽毛了。這一只絲光對消音器還有興趣嘞，主動飛到我手上來了，把八哥都趕跑了。看，換好羽毛後的絲光椋鳥，太好看了。而且他們幾個好像還偷偷的學會了說話，應該是和二驢學的。我聽到過幾次，不知道哪一只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個柿子放在這裡，記住這個味道啊！吃完了就自己去摘，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。快去，都嘗一下柿子的味道。食物太多了，總是偷吃我的多肉幹啥嘞？這個絲光換好羽毛之後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希望明年它們能在我們家附近繁殖，預計不出意外的話不會跑。回家休息一會兒，太吵了，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飯吃，嘰嘰喳喳的，太多了。狗子，想吃東西嗎？來，過來，給你搞一點你從來沒有吃過的東西。中秋節沒有吃完的月餅，據說今年的月餅都沒人吃了，是真的嗎？我一直覺得月餅還挺好吃的，看這個顏色就挺好吃的。我先來一口。哎呦，這味道還可以啊，味道還不錯。又來了一口，剩下的給狗子吃，狗子不吃，給隔壁的貓吃。隔壁的貓是聞到味兒了是吧？我一說要給狗子搞好吃的，它就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了。來試一下，看狗子有沒有興趣。這麼好吃的你咋不吃嘞？我都幹2口了。還是這個貓不挑食啊，給它馬上就吃了。誰說這個月餅不能吃的？看我和貓吃的多香。給你的時候你不吃，人家貓吃的時候你還在旁邊流口水。來，你吃你吃。我就不信了，狗子連月餅都不吃。它好像覺得有毒一樣。算了吧，讓貓吃。那個貓吃了2口也不吃了，看來他們對這個月餅都沒啥興趣啊。等一會兒給果凍試一下。
今天早上太陽挺不錯的，好像升溫呢。看他們倆玩得多開心。今天還沒敢餵吃的嘞，馬上去搞點火腿腸給狗子吃一下。這狗子太挑食了，它特別喜歡吃那個雞肉牛肝，但是每周只能給它吃一次，不然的話養不起啊。這火腿腸它也不吃，等會兒給隔壁的貓吃吧，貓怎麼也不見了。然後再搞個月餅給果凍試一下，它是不挑食的。完了，這個月餅連果凍都不吃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我吃起來味道還可以啊，你也不吃是吧？你們這一個個的現在生活過好了是吧？連月餅都不吃，算了吧，放這裡讓螞蟻吃，要不是狗子舔過，我就把它給吃的。其實味道真的還可以哦。兄弟們，再過幾天就要放國慶節了，你們有什麼安排嗎？猜一下，我拿刀去幹啥？這不，國慶放假哪裡人都多，所以說嘞，我準備去山上砍一根竹子，做一根魚竿，沒事兒在河裡面釣釣魚，多省心吶！路過河邊的時候，先過來看一下資源怎麼樣。好久沒來這裡釣魚了，就你們釣魚佬的專業程度上來看，這裡的魚情怎麼樣？有沒有搞頭啊？對的，順便讓貝貝在這裡面洗個澡，又節約了不少水。走吧。哎呦，剛到河邊，看我看到啥了？一條擱淺的小白條，這還挺大的吧？看這個塊頭，和貝貝差不多長了。還好遇到我了，你運氣真好。放生，早點回家。從這個情況上來看，這裡的魚真的很多啊。看來在這裡釣魚是沒有錯，可惜今天魚竿都沒有。這個家伙膽子有點小，也不洗澡。算了，我們還是去找魚竿。在山邊撿了一根，剛加工了一下，其實還可以，就是太重了，不要了。山上好多小動物啊，剛2隻小松鼠在這裡吃板栗，可惜它們的速度太快了，沒拍到，尾巴特別大。這些板栗都沒人要，都是野生的，所以說基本上都是被野生動物給吃了。這玩意兒居然沒被野生动物給搬走，山上也挺多的，可能是還沒成熟吧。我們就在這個位置找一根趁手的兵器，砍了2根，加工出來看一下什麼情況。感覺一般般吶。這一根挺長的，但是有點重，不合適。這一根稍微好一點，但是不喜歡呢。再找一下，這一根還可以，就是有點短，差不多1.8米這個樣子，將就一下吧。反正我对釣魚沒啥講究，愛上不上。看，在旁邊的地上還看到一個鳥窩，這真的是走哪兒都能碰到啊。這是白頭杯的鳥窩，應該是別人在這砍竹子的時候給它弄掉的，是個空的。走吧，我的目標魚竿已經找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等這幾天有時間就過來釣魚。回來了，這狗子真聰明，它知道我帶着貝貝，它今天乾脆不跟着我一起了。回來之後看到貝貝在我頭上，它立馬離我遠遠的，它也害怕把貝貝給嚇着了。好，國慶節放假，到時候釣魚我就帶你去。這一下你跑不了了吧？這該死的兔子，一天要越獄800次。剛在別人家菜地偷吃南瓜，被我逮到了。回來之後，我把布丁以前小的時候的鐵鏈找出來了，這一下終於派上用場了。狗鏈拴兔子，你們見過嗎？這家伙天天越獄，在野外待了很長時間，現在野性越來越明顯了，和我也不親了。剛剛我還說用鐵鏈拴着，帶它出去吃草，培養一下感情。沒想到失去自由的他沉默寡言，動都不願意動一下。看一下你的小伙伴，不聽話被拴起来吧？你要是不听話，結局也是一樣的。來，過來，狗子，交給你一個任務，你帶着兔子出去溜達一圈，培養一下感情。我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人才。看，這樣把它們拴在一起，兔子就跑不掉了吧？而且特別安全，還有一個保鏢。本來我是想讓布丁帶着兔子玩的，結果你們看一下，這反客為主啊！兔子把布丁帶着到處跑，越跑越遠。還好拴着在，如果不拴着，也不知道兔子又跑到誰家的菜地去了。
這狗子也是個奇葩，居然被一只兔子帶着到處跑，兔子去哪裡它就跟到哪裡。這是產生分歧的嗎？我們看一下誰听誰的。看，最終狗子還是跟着兔子。這不滿足狗子的願望了嗎？它就喜歡和兔子玩，這一下想跑都跑不掉了吧？不過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啊，先把狗子給放了，兔子肯定是不能拴着的。事實證明，兔子散養久了不互動真的不行啊。這家伙現在是越来越野了，而且自從我的菜地被我挖出來種菜以後，它沒地方吃草了，就去別人家的菜地天天偷。每次我去抓它的時候，它都跑得特別快。它知道我要把它關起来，但是放在外面肯定是不行的。來，你們倆現在可以在一起玩一会兒。我猜这狗子看到兔子都有心理陰影了。看，它直接換地方了。長這麼大，被人牽着也就算了，今天被兔子牽着。好嘍，你也可以被關起来的，大概率這個狗子以後不會和你玩了。你小子記住了啊，以後不要什麼動物都過來湊熱鬧，指不定下次是啥動物溜达你了。差點忘了，剛剛裝兔子的這個箱子還放在這裡忘拿了，這狗子還在這裡幫忙守着嘞。謝謝你啊，你真是一條好狗。箱子帶回家放好之後，發現狗子這樣看着我，幹啥呀？你這是咋啦？沒小伙伴玩啦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餓了，今天還沒餵嘞。這個好說啊，我去給你搞點吃的。等一會兒啊。從蛋孵化出來的小八哥真的特別親人，我都1-2個月沒管他們了，我去哪裡他們還是喜歡跟着。這不，我出來逛了一圈，他們2個又跟過來了。不過最近在換羽毛，飛行能力不強。過來。其實我是不想讓他們上手的，這2個家伙有一個特點，特別喜歡咬人。哎呦，太痛了，也不知道跟誰學的。好肥呀，這一只基本上都放着在，天天都在偷飼料和面包蟲吃，也不自己找食物。這是另外一只，換毛比較慢一點，最近把它關到籠子裡面，關了差不多有1個月了。哎呀，原因太多了，沒法說。飞行能力它也比較弱一點，所以說也算是对它的一種保護。等羽毛換好之後，就不用管它了。這2個家伙自己偷偷學會了說話，會說過來，別的沒聽到，沒教過。飛一下。以前他們倆形影不離，自從把另外一只關了1個月，現在他們都各玩各的，見面就打架。看，剛剛逛到這裡，別人正在澆花嘞，他們2個估計渴了，也不客氣啊，直接飛過去就開始喝水。有一只還試圖進桶裡面洗澡。羽毛換好之後，到明年春季要進行野化訓練了。走了，去別的地方。等到時候他們和野生的八哥多混一段時間就好了。然後你們看一下啊，我到田裡面來了，我圍着這個玉米杆轉圈圈，他們2個一直跟着轉，追着我，就怕我把他們給丟了。今天這麼親人，我覺得有點反常。等一會兒回去看一下，是不是面包蟲吃完了。這圍着這裡轉，再轉2圈，我覺得我可能都要轉暈了。走了，回去。剛還給他們抓了幾個螞蚱，我回去看一下到底什麼情況。今天這麼親人，回來之後一看，的確是放的面包蟲都被他們吃完了。然後昨天買回來的面包虫還沒拆開嘞，他們吃不到，難怪這麼親人。但是也難不到他們哦，就一會兒的功夫，袋子就被他們啄破了，開始在吃了。好吧，從現在開始有吃的，又不会理我了。总之吧，這些家伙就是誰能給他提供食物，他就跟誰好，其實一點感情都不講。要說有感情，也就貝貝對我是真愛。他的羽毛也換好了，一出來把2只小八哥都嚇跑了，每次出來都要暴揍他們一頓，所以說現在已經怕他了。前段時間大家都說他醜嘞，現在不醜了吧？而且這個羽毛還沒有徹底換好，鳳冠還會再高一點，再等幾天就差不多了。就他是真爱呀，也不咬人，也不問我要吃的，特別棒。